一个顶级杀手杀了玩具厂的老板。第二天，他收到个人头大小的包裹，出于职业本能，他小心地打开，里面竟是20多个绿色的玩具士兵。男人没有在意，去厨房喝水。他回头一看，箱子竟然掉在了地上。他走到附近观察了四周，而在回头的功夫，那玩具士兵已经全部消失。男人有些发愣，突然厨房的一边有异样，他慢慢地走过去查看，怎料脚下一疼。他拔出脚上的东西，竟然是玩具士兵的刺刀。他往后退几步，俯下身子一看，一阵小火光从下面射出。男人捂着脖子起来，大脖子上全是小疤痕。他还是有点不知所措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火光突突突的射击，突然一颗小导弹直接干在腿上，强大的火力把男人打下台阶。男主一看这火力，翻起身狼狈地跑到洗手间中，膝盖都给炸破皮了。他拿着一个小镜子走到门外，用小镜子反光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沙发下强大的火力正破坏他的房屋，小导弹干碎了他新买的台灯，火力再次全开，微型导弹一下子把小镜子干碎。男人一瘸一拐地来到卧室，在床头柜找到一把手枪，把枪上膛，直接走出卧室。小人火力虽然很猛，但却不足以致命。他躲开一发导弹跑进厨房，很明显手枪的火力还不够猛。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把冲锋枪，对着沙发底下就开打。小士兵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瑟瑟发抖，很快子弹没了，换一梭子又是一顿射击，终于沙发底下消停了。男人拿起小手枪直接就给沙发掀了，一看当时就傻了，跟他交火这么久的竟然是一群玩具士兵，他们像是训练有素的军队。尽管很多士兵都已经饮恨西北，他们还是救治了伤员，摆正了战车转移阵地。这个士兵拿起枪要射击，却被男人发现一脚踩碎，另一个要逃也被一脚送去天堂。顶级杀手竟然和玩具士兵打了这么久，剩下的士兵还在用火力压制，准备了火箭炮瞄准。男人拿出手枪，扑哧就是一枪，给玩具士兵都崩飞了。此时男人听到声音愣住了，3架直升机飞了出来，他们飞到男人的面前，开始导弹压制。那导弹几乎干碎了洗脸池。抬头一看，一架飞机用螺旋桨刮他脸蛋子，紧接着上去刮他手脖子。飞机内部一个主驾一个副驾，甚至还有个机枪手。男人用手枪瞄准，扑哧一枪干掉一架，但敌方火力太猛了，他再一次退回到洗手间中，他都快要气死了。身为顶级杀手，竟被一群玩具教育。他躲在门外听外面的声音，本以为外面消停了，突然小木门被打穿，一架飞机顺着窟窿就飞进洗手间。男人拿了一条毛巾上去给飞机蒙住，紧接着一顿大脚丫子开始踩，而后又是一颗炮弹飞来。大海拿起武器，回头就是一枪。飞机见状开始战术撤退。男人发现地下的飞机竟然还在动，貌似没死透，捡起毛巾打开马桶，把玩具渣渣倒入下水道，再把毛巾堵在木门的缺口。他回头一看，发现马桶内还有声响，把插着电吹风机也一并扔了进去。转眼间，小士兵从门后给他扔进一张纸条。男人过去捡起纸条一看，上面居然写的是投降，杀手向玩具投降，给他气笑了。他打开毛巾看玩具兵在干什么，4个士兵架起一个大炮，那大炮一下又一下的轰，小木门都快轰没了。男人急忙的从阳台跑出，他顺着小缓台走到了另一边，而玩具士兵也开着飞机追了出来。男人站在800层楼那么高，他现在想逃离这个地方，但他不知道一架直升机就在他的脚下。不一会，飞机飞到男人的面前，一炮打出，差点没把男人耳朵炸聋了。随后那飞机上的士兵开始用枪突突，男主也拿着手枪开打，那小飞机竟然失火了，飞机坠落彻底炸没了。男人起身顺着外面爬到阳台的一侧，小心翼翼地向前看去，那士兵交头接耳，像是在商讨战术，他们有着明确的作战方案。此时男人发现了一边的灭火器，他利用个玩具鸭子吸引玩具士兵，几个士兵排列有序地上前查看，他拿着灭火器从后方出现，对着几个士兵就开始喷2氧化碳。他的身后2个士兵上了战车，小车开动着，小机枪猛打男人，虽说杀伤力不强，但打在身上也是很疼，就犹如烟头掉在身上一样。男人拿着杀虫剂和小火机，一个简易的喷火器做成了，现在只剩下3个小士兵，大火瞬间给3个士兵淹没。之后男人拿了个小刀，对着几个士兵一顿砍，还把士兵扎起来端详。最后的一波士兵在灭火器中活了下来。男人用大箱子猛地一砸，全军覆灭。这场战斗终究还是杀手取得了胜利。他满脸的伤疤，对照着箱子的数量仔细数了一下小兵个数，正好一个不差全部拿下，把他们扔进了粉碎机里，然后开始放松的游泳。但是在游泳时，他却突然被某种锐器刺伤了手，他不知道敌人是谁，彻底害怕了，准备到医院去治伤。但是杀手在坐上电梯之后，周围又传来了一阵细小的声音，接下来电梯电源就被人切断了。一个很像史泰龙的玩具突击队长跳进了电梯，他借着黑暗肆无忌惮地攻击男人，男人被迫顺着通风口爬到了电梯顶部，并在隔壁电梯下降时窜到了旁边的电梯里面。男人本来就已经身受重伤，这次折腾更耗光了体力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突击队长也跟了过来，并且用匕首攻击着他。杀手用尽力气抓住了突击队长，把他逐渐推到了电梯门的夹缝里面。队长虽然殊死抵抗，最后却还是被闭合的电梯门给夹死了。
男人终于松了口气，开始端向队长的尸体。但这时候，尸体里面突然开始了滴答的倒数。原来，突击队长体内还藏着一枚迷你炸弹，在死后就会出发。很快，炸弹就发生了爆炸，把整个电梯化成了火海，让玩具士兵活动起来，像真人一样作战，应该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梦想。本片中用小巧的玩具士兵和杀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战，可以说脑洞是非常的大了。而且整部短片全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，气氛却因此变得更加紧张，战斗因为双方的沉默显得更加的激烈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部相当精彩的短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最爱自己的父亲来到床前，女儿高兴的宽衣解带，然而下一秒，听到动静的母亲急忙跑出来查看。在亲手干掉妻子和女儿后，他又直奔儿子的房间。儿子看到父亲很是开心，可迎接他的却是父亲无情的枪口。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男人竟然又将枪口对准了自己，以为一家人整整齐齐就可以彻底解脱。不曾想急救人员赶到后，发现儿子只是肩膀中弹，并没有伤及内脏，侥幸捡回了一条命。警方从儿子口中调查得知，老父亲之所以如此极端，是因为无法承受舆论的谴责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他的姐姐在和老男人研究软组织硬化时，恰巧被同学小帅看到。本来这并不是什么大事，可当小帅看清后才发现，这个老男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。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小帅转头就把这件事传了出去，混乱的父女关系被瞬间曝光，所有人都开始对他们指指点点。身份显赫的父亲得知丑事败露，没脸继续活下去，于是好心带全家人走上了重生之路。本以为这场悲剧就此画上句号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儿子道尔夫命大活了下来。转眼20年过去，此时的道尔继承家也成为了一名富商，但他始终对家人的死无法释怀。他将这一切都怪罪于小帅，发誓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。而此时的小帅在雨中偶遇了一个美女，以为自己来了桃花运，可下一秒却当场失去了意识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在一家酒店房间。起初他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，直到他掀开窗帘，却发现这是一面贴了壁画的墙壁，并且客房也没有电话。而更糟糕的是，房门竟是用坚硬的钢铁打造。他对着门铃大喊大叫，可无论他叫破喉咙都没人回应。平静下来的小帅突然明白自己是遭到了囚禁，从那以后他再没见过任何人，就连送食物都是通过狗洞送进来。小帅趁机把头钻出去，不断祈求对方放过自己，对方压根不理睬他，并且每天送来的食物不是饺子包面皮，就是面皮包饺子，幸好还有一瓶酒，但是每天都是一个样，吃的小帅直接吐了出来，发了疯一样的乱扔乱砸。可他无论怎么发泄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快要崩溃的他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。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，从最开始的愤怒转为无奈的接受。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，唯一能让他打发时间的就是看电视。由于长期与世隔绝，电视里的美女成了他精神上的慰藉。可就在做针线活的时候，房间里突然涌出大量白色烟雾，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迷晕了。之后就会有人来收集他的毛发和刚做完的针线活，然后拿出铁棍按上他的指纹，再用棉签取出他的唾液。等他再次醒来，本想打开电视继续未完成的针线活，可看到的一幕却让他彻底绝望。前妻遭遇性侵并被殴打致死，3岁的女儿因无人收养被送进了孤儿院。可意想不到的是，警方的所有证据竟都认定凶手是自己。看到这里，小帅直接关掉了电视，他无法继续面对这痛心的一幕。此刻他的心脏如同被撕裂一般，在这里的每一刻都是煎熬，但日子还得继续。渐渐的，小帅开始出现幻觉，总会看见有人在床上嘲笑他。可当他走上前去，床上的人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于是他开始满屋子里寻找，直到发现一只小白鼠。他把小白鼠当成了最好的朋友，每天和他朝夕相处，吃喝拉撒睡，一人一鼠都不分开。就这样相处了2年半后，还有了爱情的结晶。本以为可以和小白鼠永远在一起，可万万没想到，第2天醒来后，他们却全都不见了。这时食物被提前送了进来，小帅打开一看，彻底崩溃，这成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小帅开始不停地撞墙，接着一拳打碎镜子，拿起玻璃狠狠割开了手腕。可当他再次醒来时，胡子已经被人刮掉，手腕也被包扎起来。为了防止他再次割腕，墙上的镜子被换上了壁纸。更过分的是，墙角还被装上了监控，显然对方还要继续折磨自己。转眼10年过去，小帅从年轻小伙变成了油腻大叔。这天他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女儿的消息，如今女儿被好心人收养，还非常喜欢拉大提琴。看到这一幕，小帅顿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想到女儿能够平安快乐的成长，并且还这么有音乐天赋，小帅不由得鼓起了掌。女儿的出现重新燃起了他活下去的希望，他开始锻炼身体，并下定决心开始戒酒，每天都会给女儿写信，并且他还在电视上学习拳击技巧以及中华传统武术。闲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来到唯一没有摄像头的卫生间，学习肖申克，开始一点点的凿墙壁。就这样又过去了10年，总统都换了好几届，他的墙壁也终于被凿开。
顺利的从卫生间钻了出去，一脚踹开外面的铁围栏，终于可以重见天日。可他突然想到，给女儿写的信还在房间里，于是又匆匆折返回去取信。就在这时，电视上又开始播放女儿的新闻，看着女儿已经长大成人，并且还成了知名音乐家，完全不顾房间里又冒出的白烟，也要看完女儿的表演。但结果可想而知，他再次被迷晕了过去。没过多久，小帅从一个行李箱中醒了过来，他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，写给女儿的信还在口袋里，还贴心地给她放了$10,000。可就在转头的瞬间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背影出现在眼前，他确定了，就是当初害他被囚禁的撑伞女人。小帅立刻追了上去，刚拦住女人想问个明白，就被一个打橄榄球的小伙狠狠揍了一拳。压抑了20年的怒火被瞬间点燃，他将心中的愤怒全部发泄出来，仅只用了2分半，他就把这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打得落花流水。随后他再次朝女人追去，可等抓住对方时，却发现不是那个女人。他愤怒地质问对方拿伞的人在哪里。眼看冲突就要发生，旁边的一位志愿者赶忙过来调解，原来这个男的精神有问题，经常会拿别人东西。无奈之下，小帅只能另想办法。刚准备离开时，那个长得像旺达的志愿者追了上来，递给他一张名片，说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系他。为了查明真相，他找到了昔日唯一的朋友扎奇，把自己被囚禁20年的遭遇告诉了他。交谈中，他的手机突然响起，电话那头正是幕后黑手神秘人，说只要他想起过往悲惨生活的点点滴滴和他被关的原因，他就能和女儿米娅见面，收获他的幸福。可他毫无头绪，只能先从以前得罪过的人开始排查。他一个一个的把名字输入电脑，结果却是一无所获。等小胖推开门，发现他晕倒在地，看着小帅手里的卡片，他拨通上面的电话。旺达很快赶来，经过检查发现他是劳累过度和脱水导致晕倒。可不知为何，旺达在面对他时，心里总有一种仿佛前世相识的特别感觉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悄悄打开小帅写给女儿的信，了解到了他的悲惨遭遇后，被他对女儿的情感深深打动。可就在他看得入迷时，小帅却突然醒了过来，看到对方在看自己的信，他赶紧一把夺了过去，情绪也变得十分激动。旺达赶忙解释自己并没有报警，并且相信他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好父亲，还表示愿意帮他寻找女儿。因为被囚禁了20年，小帅对现在的一切都很陌生。他让旺达带自己去卖饺子的餐馆，因为过去的20年他天天都是吃饺子，那个味道他一辈子忘不了。来到第1家餐馆，他吃了一口就觉得味道不对，接着又来到第2家、第3家、第4家、第5家，在不知道吃了多少家餐馆后，他终于吃到了那个熟悉的牢饭味道。随后他不动声色，静静等待。突然没过多久，一个形迹可疑的男人取走了很多饺子，但对方离开后，小帅骑上自行车就追了上去。很快来到目的地，他顺手拿起一旁的雷神之锤，紧紧跟在对方身后，潜入到了车库里面。趁对方输入密码打开闸门时，一锤把对方送走，然后拉上闸门，扮成送餐员来到登记处。对方刚一抬头，就被干净利落的一锤子当场爆头。这时尼克局长见送餐员迟迟不来，刚想出来催促一下，就被当场打晕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已经被结结实实的绑在桌子上。经过一番惨无人道的折磨后，局长不得不交代事情，但他也只是这座非法监狱的管理者，服务于上层社会的精英，从不问客户是谁，只知道客户要求把他关押20年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小弟发现了不对劲，于是急忙拉响了警报。他压着局长推开房门，推到铁门时立马把他推向众人，趁机赶紧逃跑。可没跑多远就被前方的小弟拦住，他也不再留手，拿起锤子与对方展开恶战。此刻的他强得像灭霸，硬是把这100来号人打得节节败退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恶战过后，在场的小弟们全部死伤惨重。他忍着剧痛，挣扎着爬出门口。这时2个陌生人出现，嘴里却说着好戏才刚开始，可不能就这么死。然后把他送到了朋友小胖的店门口。无奈之下，小胖只好再次给旺达打去电话。小帅知道自己惹上了厉害的角色，他不想连累旺达，便出了一些狠话把旺达赶走。随后他来到小胖的酒吧，可就在这时，那个神秘人又打来电话，可一句话没说就挂掉了，这让他感到很奇怪。于是他又回拨了过去，没想到电话铃声在身后响起。小帅二话不说，拿起桌上的匕首就冲了过去，却被道尔的女保镖轻松急招制服，接着数把枪指着他的脑袋。道尔并不打算杀他，而是要和他玩个游戏，只要他赢了，不仅能见到女儿，还能得到3份大礼。1是前妻被杀害的录像带，2是道尔的所有认罪书，3是价值2000万美金的钻石。最后道尔还会以死谢罪。而游戏规则是在46小时内找出2个问题的答案，如果他拒绝或失败，他女儿就会有生命危险。道尔还给他看了旺达被抓住的视频，小帅无奈只能接受这场游戏。他一路飞奔来到旺达家里，却被等候已久的局长手下当场抓住。就在他准备实施报复时，道尔及时打来了电话，希望他可以高抬贵手，
并拿出了500万作为交换条件。局长是个有原则的人，二话不说就带着小弟离开了这里。小帅心疼地抱着旺达，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正被道尔监视着。这时小帅的手机再次响起，他们发现道尔的电话铃声竟是他以前学校的校歌，于是两人立马开车来到校长家里。孟达以记者身份帮他打掩护，小帅则偷偷潜入书房，找到了当年学校的学生纪念图册，这才知道了对方是高中同学。随后两人准备进入学校里面弄清楚对方报复的原因，可学校已经关闭，并且还有门卫看守，于是他们决定先回酒店休息，等到晚上再潜入禁区。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再上小帅憋了20年，看到旺达裹着浴巾出来，他心中的欲火再也控制不住，两人情不自禁地纠缠在一起，开始了进出口贸易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此刻发生的一切竟都在道尔的监控，他也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笑容。当天晚上，他们潜入了学校档案馆，通过道尔的资料，很快查到了他还有个姐姐。看着手中相片，他终于想起了一切，当年自己无意间看到对方和一个男人偷情，喜欢八卦的他就把这事传遍了学校，最后导致悲剧发生。这就是道尔为什么要报复他的原因。知道真相后，他安顿好旺达，让他在这里等他回来，随后独自前往道尔的住处。小帅说出了2个游戏的答案，道尔怒斥他对自己家庭造成的伤害，但还是信守承诺将钻石给了他。小帅连忙解释自己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父女关系，直到今天才查清事情真相。道尔却变得情绪激动起来，因为在他心中父亲是个伟大的人，因为他的八卦，父亲走上了绝路，所以他发誓一定要让其感受到自己的痛苦。随后他带着小帅来到了地下室，并说出他被关押期间看到的新闻都是假的，所谓的女儿也是他请来的演员，为的就是让他体验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。随着亲生女儿的成长影片播放出来，道尔告诉他，为了这一部他筹划了20年，花了很长时间给他的女儿洗脑，改变她的身世档案，并通过心理学改变她的性格，让她成为一个敏感而富有爱心的女性，并故意实际让他们父女相遇。这种女人注定会爱上他这个悲惨的男人。此刻小帅犹如跌进万丈深渊，那个和自己亲密无间的女人竟然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而这场颠覆3观的闹剧才是道尔杀人诛心的复仇。影片最后，小帅把大部分钻石都给了旺达，并让他忘了自己，以后好好的生活下去，而他则带着剩下的钻石找到局长，让他把自己关到死。他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，因为女儿是他最爱的人，同时也是他最不敢面对的人，只有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才能慢慢化解他的罪孽和悔恨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美女突然发现自己的假体暴露出来，为了不被人发现，她硬生生将假体挤到了肚皮的位置。可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无良医生给自己安装的假体竟然是一根鸡腿。这就是2024年评分最高的惊悚电影《某种物质》，它以最真实的镜头揭露了女明星为永葆青春到底有多疯狂。伊丽莎白是影史上最著名的演员之一，出色的演技加上超高的颜值，让她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但时过境迁，她老了逐渐过气，在星光大道上的星星砖也开始老化，裂痕就像她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，但无人在意，甚至于路人不小心打翻了快餐，番茄酱糊满了她的名字。曾经的尤物青春不在，如今伊丽莎白仅剩一档早间健美操的节目，这也是她当年的成名之作。其实就算她老了，身材也是1等1的棒。走廊里依旧挂满了她的海报，路过工作人员纷纷跟她打招呼。走到卫生间门口才发现女厕在维修，伊丽莎白一时尿急，转身进了男厕，也因此听到了台里领导哈维的电话。他催人赶紧找个年轻新人取代伊丽莎白。哈维格外面目可憎，他离开后，伊丽莎白才从隔间出来，刚才的神采荡然无存。哈维很快就跟他摊了牌，刚好一个工作伙伴进来，哈维立刻撇下伊丽莎白，上前打起了招呼。伊丽莎白呆在原地，只见一只苍蝇不慎掉进了酒杯里，几经挣扎最终溺毙。浑浑噩噩的白姐在路上发现自己仅有的广告牌也开始拆卸，白姐一惊，没注意看路，不慎出了车祸，还好送到医院并无大碍。医生也注意到这天是她的生日，也祝她生日快乐。可这时的她已经意识到生日不过是又老了1岁，瞬间绷不住哭了出来。医生有些尴尬，借口离开了白姐。白姐也欲起身，却被医术小哥拦了下来。此人手上有块特殊的痕迹，他重新检查了白姐的心跳和脊柱状况，然后莫名来了一句。起初白姐并没有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，但走到医院门口的她却发现兜里多了块 U 盘。原来人们已经研究出一种特殊物质，只需1针就能让体内细胞重获新生，并且能分裂出一个更加年轻的自己。莫非这就是返老还童？但白姐并没有把这种无稽之谈放在心上，而是扔掉之后来到酒吧买醉，看桌边上青春靓丽的女孩，自己当初又何尝不是炙手可热的女王？为了重回巅峰，白姐找回 U 盘并拨通了上面的电话。第2天，她就收到一张503号码牌，顺着地址来到一个地下私人诊所。可是看着门面怎么也不像能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地方，
白姐还是尝试着刷开了大门，从狗洞钻进去，没想到里面竟然别有洞天，墙边有几百个柜子。白姐从标有503的柜子里取回一个纸箱，打开一看，映入眼帘的是绿色的药剂针管以及缝合用的剪刀针线，接着是一套抽取设备，标注着1至7的字样，一套血液交换装置，2袋营养液，还有2张白纸，分别写的是每星期1个循环，以及一句醒目的话：记住你是唯一的。白姐立即按照要求脱光衣服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小药瓶，抽了一管就打了下去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就一头栽倒在地，伴随着浑身剧烈的疼痛，眼球瞬间分裂成2个，接着从后背竟然伸出来一条腿。等白姐再次醒来，就立即发现自己的手变得白嫩无比，她真的又回到了20岁，而且瞳孔周围还散发着诱人的黄色光芒。反观白姐那副苍老的臭皮囊，已经躺在地上没了动静。小白随即拿出诊所提供的针线，将白姐的后背缝了起来，接着拿出营养液插进静脉血管。现在小白虽然继承了白姐所有的记忆，但思维上却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。正高兴的时候，突然一股鼻血喷了出来。小白随即想起自己还没有注射稳定剂，于是拿出针管插进白姐的脊柱，用抽取器抽出7瓶骨髓液，这足可以维持她1周的用量。随着稳定剂的注入，小白也彻底容光焕发，于是赶紧到商店买了一套性感运动衣，接着便来到原来的栏目组应聘。超高的颜值立即得到台长的青睐，但小白却跟台长表示自己只能干7天休7天，因为还要回家照顾妈妈。就这样，完美的小白被电视台重点打造。7天很快过去，他插上交换针换回了白姐的身体。被黑暗笼罩了1周的白姐也在痛苦中醒来，看着眼前稚嫩的脸庞，她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变得这么美。补充了一波能量之后，白姐来到电视台公司之后，哪知却被台长无情地赶了出来。但白姐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在规划好她跟小白的轮换时间后，来到诊所取回下周所需的营养液，接着便是享受生活的时候。很快7天过去，两人又来到交换的时间。复活后的小白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，于是在浴室的墙上凿了一个大洞，接着把昏睡的白姐关在了里面。在电视台的大力宣传下，小白的栏目立即受到追捧，他也一跃成为不可或缺的台柱子。然而7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，这次本来该白姐复活，但小白却带回来一个小鲜肉。为了不虚度良宵，他只好让白姐再忍耐1个晚上。殊不知，正是自己这个越界的行为，差点让她暴露了身份。就在小白跟男友准备要进一步发展时，突然鼻血狂喷而出，小白赶紧来到浴室，怎料所有的稳定剂都用光了。为了不耽误自己的好事，他又狠心抽取了1格白姐的骨髓。随着稳定剂扎进大腿，小白立即变得美艳无比。然而在跟男友狂欢时，却发生了恐怖的一幕。白姐从噩梦中惊醒，发现小白就躺在自己身边。等她挣扎着来到客厅，这才知道那个年轻的自己昨晚都干了什么。窗户上还贴着小鲜肉的留言。这时白姐发现自己的1根手指已经完全老化，她赶紧打电话给地下诊所说明情况，结果对方却表示没办法补救，因为另一个身体消耗的时间同样也作用在了本体上，而时间是不可逆的。愤怒的白姐把小鲜肉的东西全都扔出门外，并下决心再也不会因为贪玩而透支自己。然而当她看到电视机里青春靓丽的小白时，又开始变得不能自拔。在她外出吃饭时，遇见了一个老头，谁知他上来就说很难熬，对吗？白姐立马懵了，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秘密？然而下一秒，她就从老头掉落的皮夹里看到了一张写有207号码的卡片，而后背也有一条长长的伤疤。这时白姐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个老家伙就是介绍自己入坑的那个男护士。回到家门口，却正好遇见小白昨晚找来的小鲜肉，一个替代品都可以有朋友，而自己这个本体却陷入了深深的孤独。白姐想到了那个老同学弗雷德，只有他欣赏现在的自己。她连忙翻出那张肮脏褶皱的纸条，给弗雷德打去了电话，问他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，想通过男人的肯定来确定自己的价值。白姐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然而看到地上小白精致的面容，一股自惭形秽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于是开始一遍又一遍的重新化妆。可无论怎么捯饬，自己都跟小白相差天地，这种感觉让她愈发崩溃，根本不敢出去见人。接下来的几天就在这种煎熬中度过，终于来到交换的日子。容光焕发的小白再次闪亮登场，哪知在录节目时却突然出现了意外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小白趁着别人看回放的时候，赶紧来到卫生间，可掏出来的东西却让他彻底傻了眼，那竟然是一根还没吃完的鸡腿。小白从噩梦中惊醒，不过好在那都是自己的幻觉。他来到客厅，这才知道白姐在这7天都干了什么。满腔怒火的小白来到电视台，却被通知栏目取消了，并且台长还在办公室等着要见他。就在小白以为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了时，却被台长告知，由于他的节目收视率创下纪录，因此决定让小白担当节目主持人。为了不耽误彩排，他又一次违反了7天规则，并不断从机体榨取维持剂，每次都说再多1天就好。可最终等换回身体时，他整个半边身子都已衰老得不成样子，这个样子已经彻底没法见人了。他知道自己该停下来，但又不舍得放下。电视上播着小白的采访，但电视前的他却连动一下都困难，右腿过分肿胀，
衰老关节活动一下都疼痛难忍，他变本加厉地通过食物发泄。大家都在追捧小白，却没有人喜欢原本的他。白姐愈发不平衡，以至于开始把完美体的自己当成了敌对者，忍不住心生嫉妒，干脆用报纸糊上了窗，不想再看见小白的脸。他也想让自己停下来。做伊丽莎白时，他希望自己自控，不要过度贪婪；而做小白时，他又埋怨自己太过自暴自弃。当小白醒来后，看到白姐的战场，决定再也不去忍受这个令人作呕的老太婆。他找来大量的容器，准备一次性抽干白姐所有的脊髓，这样他就不用再跟这个老家伙进行一次次交换。然而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也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这天小白又带男友回来狂欢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她从容的准备去抽取维持剂，却发现机体已被彻底榨干。小白赶紧给医院打电话，但得到的回答却是需要立即跟白姐换回来，只有让她复活，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骨髓液。听到这话，小白当即瘫倒在地。不过为了活命，她还是爬回浴室跟白姐换了回来。床上做着春梦的男友终于发觉不正常，等他来到卫生间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落荒而逃。原来出现在浴室的竟然是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太婆。一心只想追求年轻的白姐终于尝到了苦头，她跟诊所要求立即终止实验，然后将自己包裹好，出门来到指定地点取回终止液。可当她把小白拖出来，将针管插进她的胸口时，却突然犹豫了。都说容颜是女人的第二生命，现如今却要忍痛将其杀死。白姐心中万般不舍，想起当初自己站在聚光灯下的情景，她就更下不去手了。反悔的白姐赶紧给小白做抢救措施，随着新鲜血液的输入，小白也从昏迷中醒来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次两人并没有交换成功，反而同时拥有了独立的意识。小白看到地上没有注射完的终止液，立马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看来眼前这个老太婆竟然想要自己的命，于是上去就是一脚，直接将白姐送去了地狱。可没了稳定液的来源，她也会马上枯萎。但小白还是坚持来到了电视台，只要撑过了今晚的跨年晚会，那就是立马死了也值了。然而现实却总是跟梦想相差太远，没有稳定剂支撑的他很快就出了问题，满嘴洁白的牙齿竟然全都掉光了。就在他准备回去从尸体上再抽点的时候，却正好被台长和一众富豪拦住。此时的小白有苦难言，只能勉强抿着嘴打发走一众富豪。路上他的指甲和耳朵也开始脱落，小白赶紧回到家中，突然想起还有半瓶医生给的药，正是这种液体让自己成功分裂出了年轻的自己。如今母体已经死了，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这个冒牌货，然后再生产出一个更加年轻漂亮的自己。然而事情却远远超出了预期，分裂是分裂了，新的自己也产生了，但他的样貌却完全不是小白想要的样子，那竟然是一个和白姐相结合的怪物，后背上还长着伊丽莎白的脸。但他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将自己年轻时的海报贴在脸上，就这样一路来到电视台，出现在了聚光灯下。然而走上舞台，观众直接吓愣了，照片从脸上滑落，所有人都被他的样子吓得屁滚尿流。看着这些只在意外表的伪善男人，白姐愤怒地将自己化身成了一个消防栓，将体内混有药物的鲜血全部泼洒在了他们身上，直到自己也爆裂成为了一滩烂泥，只留下一张脸，爬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上。直到天亮前，伊丽莎白化成了一滩血水，就像片头那滩不小心撒上的番茄酱一般，无人在意。清洁车轻轻扫过，就像他从未出现过，留下的只有那一块充满了岁月痕迹的符号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由于地球女性失去生育能力，2名寄托人类希望的宇航员驾着飞船外出寻找女人。当来到地球曾经的殖民星域时，由于奇怪的引力，飞船突然开始震动。他们试图操控飞船摆脱引力，最终还是坠毁在星球上，差点出师未捷身先死。还好只是轻伤，2人勉强活了下来。飞船彻底摧毁，无法飞行。于是小帅搀扶小胖出去。来到外面后，他们发现自己身处沙漠之中，天上还有2个月亮。小帅使用急救箱给小胖注射止痛药，并从他的肩膀取下金属片，暂时止住伤情。小胖的不远处说有条狗在那里，可小帅环顾四周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他不由以为小胖是因为药物产生了幻觉。然而当小帅开始包扎伤口时，他们突然听到了狗叫声。好奇的小帅前去调查，搜索了一会，发现了一个蓬头垢发的男孩毛毛。他抱着狗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准备上前询问时，小男孩却飞一般的逃跑，很快就被一群女战士包围。毛毛放开了小狗准备战斗，但女战士3两下就制服了小家伙。后面的小帅追到此处时，这里已经人去楼空，只剩下毛毛的武器在地上。突然一场地震袭来，地面剧烈的晃动，不过幸好并没有持续太久。稳定之后，小帅用他的手环呼叫小胖，确定其没事后就继续探索。很快他来到了一座寺庙，走近后发现这里有一大群妇女，身穿黑衣，身体还在前后的晃动，就好像眼镜蛇一般。接着一群铠甲女士护卫着女王走了进来。站定之后，里面走出了一个长相凶悍的女士，她好像是这里的大祭司，随即开启了仪式，振臂高呼。接着一条巨蛇从坑里钻了出来，
所有的妇女在大祭司的指引下纷纷开始吟唱。刚才的战士推让的毛毛作为祭品走了出来，看到小男孩，一位名叫莉莉的护卫绝望地叫了出来，原来这是他的弟弟。为了保护家人，莉莉随即冲了进去，不顾死活与周围的战士开始了厮杀。莉莉高超的枪法很快战胜了一众战士，还有个倒霉的家伙被大蛇吞下。大蛇满足了离去，可能一次祭祀只能吃掉一个人，于是毛毛就活了下来。大蛇离开后，大祭司派出了更多的战士包围莉莉兄妹，指责他们玷污了仪式。就准备攻击时，女王出面阻止了他，并提醒到我们的法律是，男人杀人可以被杀，但女人不能。况且莉莉是出于自卫，接着就要赦免这对兄妹。大祭司大声的抗议，而就在此时，小帅收到小胖的消息，手环的声音暴露了他的存在。大祭司随即下令击打外来者。慌张的小帅向天花板开枪，也不知这手枪里装的是什么核武器，瞬间爆炸。小帅趁乱逃了出去，莉莉也借此机会让弟弟逃走。见此情况，大祭司大怒，于是命令战士追杀二人。外面的小帅与毛毛碰到了一起，然后一同逃往了坠机地点。后面的战士行动迅捷，很快追了上来。小帅拿起核武器手枪展开火拼，双方打得有来有往。可随着战士越来越多，小帅的核武器手枪也应接不暇，大腿被射了一箭。受伤的他只觉得两眼金光闪闪，再也无法战斗，于是躲回了飞船。毛毛见状告诉他此箭有毒。外面的战士很快围住了飞船，就准备杀进去的时候，女王带着卫兵前来，并命令他们停止攻击。可战士却说这是大祭司的指示。女王勃然大怒，她算老几？我可是女王大人！碍于威压，战士只能悻悻离去。随后女王走进船内，取出小帅腿上的剑，并为他注射了解毒药剂。剧烈的刺痛横沥，小帅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已来了女王的闺房，这里好像都是女性，而且每个都说英语，估计是最初移民的后裔。此时地震又突然来袭，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，但令小胖非常的不安。旁边的毛毛说，这是由圣蛇在地下移动引起的。几人聊天时，莉莉前来说女王想见小帅，接着就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。此时的女王正在洗澡，小帅想回避一下，却被要求仔细观看。这都什么要求？女王沐浴更衣，换了一身挖腮的衣服，然后就拿起小帅的手枪打了一发，询问为何这么厉害。让所有人离开后，就与小帅开始了深入交流。两人对立而坐，一点都不见外，坦诚又直率。小帅表示，你要这个样子，我可就那个样子了。于是聊天的话题很快就来到了这个星球的起源。女王说，这个星球上的社会始于914年前，而这也与小帅的猜测相符。随后她激活了手环的全息印象。起初女王认为这是魔法，毕竟这里与地球已经多年没有联系，文明也在战争之后摧毁了大半。当女王听说这个星球十分不稳，随时都有爆炸的风险，随即想到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，而大祭司一直都通过祈祷来安慰人民。接着小帅告诉女王，他们需要在爆炸之前撤离此地，但女王指出他的宇宙飞船已被摧毁，人类只会带来黑暗的诅咒。当小帅询问为什么没有男人时，女王带着他去了矿井。在这个星球，男人都是奴隶，因为他们更有力量，充满肌肉，而女人则因为有聪明的大脑，所以统治他们。愤怒的小帅一把抓住女王，提出抗议，但她却非常冷静，说曾经都是男人带来的死亡，现在的女性虽然还会与男人交配，但目的只是为了生更多的孩子。接着像展示一般强吻了小帅。远处的大祭司看这一幕似乎已经饿了，小帅并没有被这一吻冲昏头脑，生气地推开女王，说这不是和平，而是奴役。霸道的女王便打了过去。看到这一切，大祭司命令他的战士杀死女王的守卫，绑架二人。众人穿过隧道时，埋伏的战士从阴影中缓缓接近，危险之际一直尾随着毛毛发出警报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莉莉和其他守卫很快被击倒。战士带走小帅后，毛毛跑向了他的姐姐。临死前，莉莉命令他抓紧通知女王。另一边的小帅被带到大祭司的房间，然后给他两个选择，要么满足我的饥饿，要么与我联手对抗女王。随后不等回答便抓住小帅，想两全其美。当小帅半推半就准备从了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了墙的屏幕，于是一把推开上前查看。大祭司解释那是旧时代的遗迹。突然屏幕上一条蛇窜了出来，大祭司称他是神的孩子，可小帅却一把将蛇弄到了地上，然后厌恶地踩死了他。大祭司嗷了一声，需要惩罚他，接着便搂住了脖子，用厚厚的嘴唇狠狠地吸了起来。小帅不敢反抗，悄悄用手环接近了屏幕，虽然是起了反应，可效果并不好。大祭司见状认为这手环拥有魔力，于是便想抢夺过来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听见打斗声，护卫们很快赶来，然而摘下头盔却是女王和小胖。大祭司杀害妇女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，再也不给面子，一拳打晕了他。接着便联合手下带着众人离开，准备前往无人的燃烧区。路上女王解释说，几个世纪以前当地人都居住在那里，可后来因为辐射的问题不得不离开。随后还展示了专属女王的信物，在上面划着一个飞船。询问得知此船仍在燃烧区，这不由给众人希望，只要找到就可以在爆炸之前离开此地了。随后众人一边躲避大祭司的战士，一边悄悄移动。可随着大祭司拉响警报，各个路口都被严密封锁。
幸好毛毛知道一条小路，于是众人再次出发，很快来到了另一个洞穴，发现此处是一座监狱，一群男人被困在地下的笼。小帅想释放，但女王却严厉拒绝，理由是男人会带来战争。这两人不听他，甚至拉起了弓箭威胁。再次争论时，大祭司的士兵发现了此处，于是枪战开始，勇猛的女王一一击倒，而小胖则利用这个机会打开了笼子。眼见战士士兵前仆后继的赶来，阿志说服女王把枪还给了他，随后向隧道开火，产生大爆炸，同时击溃了所有敌人。囚犯遭到释放，可他们却不敢离开笼子，直到女王下了命令，才颤颤巍巍走了出来。众人浩浩荡荡来到地面时，听到了更多战士向这里奔跑的声音，来不及思索，便开始向燃烧区跑去。与此同时，大祭司得知女王释放了囚犯，勃然大怒，他本来就饿，现在还偷我的粮食，于是带着士兵追赶而去。几个小时后，一场新的地震又开始了，而且震感比以前更猛烈。他们意识到必须尽快离开此处，一路前进，他们发现了首批移民者的骨架，小胖扫描确认他是被辐射杀死的。就在此时，大祭司率领手下出现，并开火攻击女王。一行人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拼命逃窜，而大祭司不依不饶，乘胜追击。追逐的时候，地震又一次来袭，所有人都被晃倒下，毛毛更是被埋在了沙里。好奇的女王得知地球已经死了，那里爆发的基因病毒，所有人都无法生育，而且传播得很快，银河系所有的殖民地无一幸免。他和小胖则是最后的幸存者，来到这里也是希望可以找到人类的火苗。众人继续前进，很快便发现了一栋废弃的建筑。众人进去之后，大祭司也来到了此处，小帅等人四处搜寻，不一会就找到了量子反应堆作为燃料。小胖设法将其打开，但需要一些时间来运行测试，于是他带着毛毛进行工作，剩余的几人则继续寻找遗留的飞船。进入内部后，小帅熟练打开控制台，确认可以启动后，只需等待小胖测试了。小帅想带着女王等人一起离开，但他却又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他的人民一起灭亡。小胖修好反应堆，通知了小帅，多年前这里因为结构缺陷而爆炸产生辐射，而女人们则以为这是男人引发的战争。女王沮丧地意识到，原来历史全是谎言，男人是无辜的。此时毛毛听见有人的阴影中移动，可小胖并不相信，还依旧将飞船发送了电力。小帅这边确认一切正常，但小胖却收到警报，开始担心反应堆爆炸的风险。由于飞船已经充电82%，已经完全够用，于是准备关闭反应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大祭司率领手下到达并开始攻击，里面的小帅等人听到立刻前往支援。就在大祭司准备射杀小胖时，女王出现并成功引走了他。如今枪战已经没有意思了，女王与大祭司展开了肉搏战。就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之时，小胖发现反应堆还有5分钟就要爆炸，随后小帅便将两人送上船，自己则返回帮助女王。可由于太近又不好开枪，只能远远观看。最后还是正义战胜邪恶，女王一个神龙摆尾，将大祭司推到了殿门之上，一阵火花，大祭司疯狂地摇摆起来，最后被电得黝黑一片。然而当这些人准备离开时，墙上的大祭司又活蹦乱跳地杀了出来，他一边嚎叫一边举刀冲刺，丝毫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。飞船顺利起航，来到城市上空，所有人都用敬畏的眼神看着他们。女王看着子民非常难过，小帅看了一眼，随即命令着陆，说飞船足够大，可以拯救所有人的。着陆后，女王告诉他的人民，他们将一起前往新的生活。男人们有些不适应如此温柔的女王，于是递上鞭子，希望奖励一番，而他只是笑笑扔在地上，说以后你们不再是奴隶了。接着引导失望的众人走进飞船，这边刚准备起飞，突然又一阵剧烈晃动，原来是巨蛇破土而出，开始撞击撕咬船只。危急关头，小帅通过倒车雷达看到了蛇的位置，随即同时转弯启动推进器，猛烈的火焰瞬间将其烧毁。危机解除，飞船终于离开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明明知道母龙一辈子只能产下3颗蛋，可看见新生命破壳而出的一瞬间，国王还是命令手下将3只幼龙杀害。惨叫声瞬间惊动了巢穴里的远古巨龙，众人这才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承受对方的怒火。国王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，立刻跪地求饶，希望能够得到巨龙的原谅，为此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没想到怪物却认为捏死这只蝼蚁未免太过仁慈，他要以牙还牙，拿国王的3个亲生女儿抵债，并且从今往后每一位继承者在登基之前都必须献上3个女儿，用来祭奠幼龙们的在天之灵。然而巨龙还是低估了人类的狡诈程度，为了保住王室血脉，他们在举办祭祀仪式前夕都会以联姻的理由哄骗无知少女来到皇宫，假惺惺的为其加冕，快速走完婚礼流程，紧接着将对方带到巨龙巢穴，毫不留情地扔进万丈悬崖。小美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大婚当天竟然遭此厄运，不由得发出阵阵惨叫，幸好有藤蔓作为缓冲，这才侥幸保住一条小命。许久过后，小美从昏迷中苏醒，立刻朝着洞口疯狂呼救，然而此举非但没能得到回应，反而惊醒了一个恐怖的存在。小美不敢在黑暗中久留，赶忙尝试向上攀爬，可陡峭的崖壁根本没有任何着力点，
要想逃出去难如登天。正当他束手无策时，背后山洞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伴随着微弱的火光噼啪作响。小美见状，顿时心跳加速，小心翼翼地走向洞口张望，紧接着捡起地上的树枝准备进去一探究竟。然而走出洞口才发现，原来是一只浑身燃烧火焰的麻雀正在殊死挣扎。小美不忍看到对方发出痛苦的嚎叫，于是立刻用沙子帮忙扑灭火焰。可这个可怜的小东西还是在挣扎过后失去了生命。正当他准备埋葬对方之时，只见一群被火焰吞噬的鸟群惨叫着冲出黑暗，似乎刚经历了一场无比恐怖的灾难。小美惊愕地目睹这一切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只能任由鸟群四处乱撞。他突然意识到阴影中可能藏着某种恐怖的生物。突然，一只巨大的爪子掠过石壁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小美见状，立刻扭头逃命，躲在石柱后面，不敢发出任何动静。不料那怪物却犹如猫系老鼠般询问小美的名字，并表示他闻到了女孩体内的皇室血脉，这是他们的先祖欠下的债，必须要后代的性命来还。直到现在，小美这才明白，为何在仪式开始前自己会被割破手掌，与王子的鲜血相融，目的就是为了迷惑巨龙，拿他们的性命填坑。小美来不及思考，立刻尖叫着疯狂逃命。恶龙则不慌不忙喷吐龙息，似乎十分享受猎物在临死前散发出来的恐惧。小美提起裙子，不顾一切地逃向隧道。然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被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，而对方正是之前在王室见过的那个女孩。显然他们都被当成祭品扔进了巨龙巢穴。很快火焰再次席卷而来，小美无路可退，急忙钻向狭小的洞口。虽然勉强躲过一劫，但大腿却不幸被烈焰灼伤，疼得她惨叫连连。好在洞穴狭窄，小美这才找到机会快速为自己包扎伤口。她明白只能靠自己才能逃出此地，于是立刻点燃了随身携带的易燃物，用作照明，朝着洞外缓缓移动。就这样，凭借坚强的意志，小美不断深入洞穴朝上攀爬。可眼见前方越走越窄，她只好弯下身慢慢爬行。没想到由于用力过猛，竟然不受控制地摔向地底。幸好经过短暂的滑行过后成功落地，虽然摔了一跤，但好歹没受什么伤。此时火把燃烧殆尽，她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不断前行。一片神秘的蓝色光芒映入眼帘，可要想成功抵达对面，她必须越过那道深不见底的深沟。扔掉婚戒之后，小美立刻鼓起勇气，朝着断崖一跃而下。可由于腿部受伤，竟然差点坠入悬崖。危急关头，衣服上的奇异链条勾住裂缝，这才让她得以喘息。经过不懈努力，小美终于拖着重伤的身体爬上平台，看到神秘的发光体竟然是由一种昆虫和分泌物组成。她顿时灵机一动，撕下衣服当成灯罩，紧接着将萤火虫装进去，制成了一个简易的照明装置。就在此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滴水的声音。小美见状，立刻提着萤火虫上前查看，果然在洞穴中发现了水源。可由于泥土污染的缘故，这些潭水根本无法下咽，她只能来到寒冰下靠水滴来解渴。上方突然被阴影笼罩，瞬间便加快了冰柱的融化速度。随着一束红光映入面庞，炽热的烈焰再次喷涌而出。好在小美足够警觉，这才暂时躲开了巨龙的追杀。小美躲在山洞中不敢发出声音，无意间注意到有人在墙上提示。看到洞穴中的累累白骨以及一排排名字缩写，小美突然明白，几个世纪以来，已经有无数个女孩被王族以联姻为名诱骗至此，沦为了巨龙的祭品。小美靠着石壁缓缓进入梦乡，恍惚间，她似乎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女孩在这里孤独而绝望地死去，完全没有任何逃生的希望。小美从噩梦中惊醒，却突然发现自己的右脚被一群怪异小虫覆盖。她赶忙坐起来解开伤口处的绷带，可当小美抓走最后一只时，却惊讶发现原本烧伤的大腿竟然离奇般愈合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小美又抓了一只萤火虫放在受伤的手臂上，果然片刻之后，溃烂的皮肤开始迅速恢复，这也意味着她终于有了逃出去的希望。根据之前被献祭的王妃们留下的地图，现在的位置正是巨龙无法触及的安全区，只要按照前辈们在地图上的提示，说不定她就能够躲开恶龙的追杀，逃出升天。制定好计划后，小美立刻在墙壁上刻下自己的名字，紧接着提着萤火虫灯笼缓缓走向黑暗。不久之后，她突然听到远方传来一阵风铃声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头顶的水晶岩石在震动时发出的律动。温暖的阳光透过洞口刺穿黑暗，瞬间便让小美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。她鼓起勇气与萤火虫告别，没想到却意外在地上发现了一顶王冠。从上面刻下的符号判断，应该是一位逃出升天的王妃留下来的装备。小美见状，立刻撕碎长裙缠在手脚上，做好攀爬准备，紧接着一步步朝着光明走去。尽管路途中布满了锋利的水晶，凶险万分，但却丝毫没有阻挡小美前进的步伐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洞穴下方，发出梦魇般的嘶吼，瞬间便让小美乱了方寸。恶龙见状，立刻张开血盆大口，静静等待猎物掉下来。幸好在危机关头，小美伸出王冠卡住岩石，这才侥幸保住一条小命。
恶龙似乎不着急将对方焚为灰烬，反而语气嘲讽鼓励女孩继续攀爬。然而等到小美抵达目的地，才发现地图上的出口竟然建立在悬崖峭壁之上，根本没有任何爬下去的机会。看着远处那座富丽堂皇的城堡，她瞬间情绪崩溃，陷入绝望当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美被一阵嘈杂的马蹄声惊醒，她立刻挥舞双手，大声呼喊，企图引起对方的注意。没想到回应她的却是凶狠的恶龙。小美这才明白，一直在墙上留下提示的女孩并没有顺利逃生。眼看恶龙即将喷吐龙息，她心知自己再难活命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呼喊声惊动了巨龙。小美听到了父亲的呼喊声，赶忙原路返回，想要警告对方多加小心，没想到却意外来到了巨龙的巢穴。看到散落在地的黄金王冠以及3头幼龙的尸体，小美意识到王族的起源完全建立在谎言之上。小美的父亲得知真相后，立刻雇佣向导闯入巨龙巢穴，想要借机救回女儿。然而面对高达万丈的远古恶龙，渺小的人类士兵根本毫无招架之力，片刻之间就被对方悉数解决。躲在角落里的小美心知自己一旦出去，恐怕2个人都难活命。老人也认识到这一点，接连嘱咐女儿千万不要出来。他承认自己之前决定错误，不应该为了王国利益牺牲小美的幸福。为了补偿对方，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，只希望女儿能够顺利离开此地。没想到这番话却彻底激怒了恶龙公主，亲眼目睹父亲被恶龙刺穿胸膛，自己却只能躲在角落里失声痛哭。然而即便是轻微的响动，还是被恶龙敏锐捕捉，立刻转身试图找到这个屡次逃脱追捕的女孩。小美见状，赶忙屏住呼吸，躲在石头后面苦苦周旋。幸好在危机关头，同样躲在角落里的向导不小心发出声响，却意外将怪物引出巢穴。小美这才找到机会来到父亲身边，对方心知自己大限将至，接连嘱咐小美可以利用他来时留下的绳索逃生，势必要带着继母和妹妹安全返回家乡。眼看父亲已经没了呼吸，小美只能化悲愤为力量起身离开。恶龙忙于搜捕向导之时，小美奋力抓住绳子向上攀爬，只可惜对方很快便发现目标错误，无比愤怒捏死了这只干扰自己的蝼蚁，紧接着挥舞双翅快速冲向企图离开巢穴的公主。小美见状立刻加快步伐，不敢有丝毫停留。幸好在危机关头，她终于爬上悬崖，来不及思考，立刻骑着父亲留在此地的白马朝着海边疯狂逃命。可恶龙又岂会轻易放过这个来之不易的祭品，迅速冲出巢穴，发出阵阵嘶吼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在中途下马，迅速藏到巨石下面转移注意力。恶龙发现马上空无一人，瞬间暴怒，开始对沿途地面进行无差别攻击，无论如何也要烧死小美。女王看到巨龙巢穴火光冲天，立刻猜出是祭品惹恼了对方。为了平息恶龙的怒火，她竟然亲自带兵抓走了小美的妹妹，完全不顾对方尚未成年，强行划破手掌，让女孩沾染皇室血液，紧接着毫不留情地将其扔下悬崖。等到小美好不容易逃出升天与继母会合，这才得知女王竟然丧心病狂带走了妹妹。为了救出家人，完成对父亲的承诺，小美决定重返巢穴与恶龙展开决斗。有了以往的经验，她快速单刷副本抵达萤火虫洞穴，紧接着利用水潭里的污水掩盖自身气味，随后捡起散落的铠甲，把它们堆在一起，制造出一个简易的岩石装置，用来转移巨龙的注意力。默默祭奠完父亲过后，小美捡起地上的长剑，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。此时恶龙正守在死去的幼崽身边，打算杀掉这个浑身散发出王族气味的女孩。突然岩石装置启动，发出剧烈的声响，恶龙见状立刻一跃而起，朝着声音的来源冲了过去。殊不知小美一直待在附近，直到看见恶龙离开此地，这才急忙来到妹妹身边唤醒对方。只可惜在掉落悬崖之时，妹妹被摔伤脚踝，根本无法快速逃离。眼看巨龙察觉上当，发出阵阵怒吼，小美只能让妹妹暂时躲起来，自己则准备单刷恶龙。小美将了解到的真相告诉对方，并表示自从老国王杀死幼龙之后，并没有按照约定献出自己的女儿，而是利用联姻的方法哄骗无知少女，沾染王室鲜血作为祭品献祭给了恶龙。可无论她如何解释，对方始终不愿意相信。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刺出长剑，自己则被巨龙烧伤坠入水中，双方两败俱伤，谁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。爬出湖面后，小美略作喘息，再次尝试夺回长剑，没想到却被恶龙找到机会扑倒在地。小美强忍剧痛，迅速抽出胸前匕首反击，终于刺瞎了恶龙的眼睛。她拖着重伤的身体捡起长剑，正面迎敌，再次表示自己不是王室的后裔。然而恶龙却十分固执，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刺中恶龙的手掌，这才暂时挣脱了束缚。眼看双方都已是强弩之末，小美决定不再用蛮力对敌，她缓缓来到一处巨石下边，故意言语嘲讽激怒恶龙。恶龙被火焰反噬，顿时发出阵阵悲鸣，很快便倒在地上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小美见状，伸出手掌表示，每个被献祭的女孩都有着同样的伤口，王族正是利用这个方法骗了恶龙几个世纪，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受害者，只有强强联手才能撕碎王族的谎言。小美来到水潭当中，取出萤火虫，医好了巨龙的伤势，紧接着只身一人返回城堡，
此时大殿中依旧在举行婚礼，哄骗无知少女祭奠恶龙。他不想过多解释，只给众人最后一次逃生的机会。可女王却自视人数众多，丝毫不慌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城墙上突然落下一头恶龙，伴随着炽热的龙息，彻底摧毁了这个遍布罪恶与谎言的土地。故事最后，小美乘坐大船返回家乡，但这次与之相随的是一条足以将她推上铁王座的巨龙。这里有几十名厨师正忙得火热，一个类似主厨的人在四处检查菜品的质量。单从这个镜头来看，这顿饭肯定是做给很重要的人吃的。其实不然，画面一转，男主哥伦从沉睡中醒了过来，他的对面有个老头，正一脸坏笑地看着他。看到哥伦醒了，老头说了一句48层，你的运气很好。哥伦不解走过去想和老头握手，但老头却让他待在自己那边。简单观察了一下房间，他发现这里没有任何门窗，就房间中间有一个大坑，上下都望不到头。他大概能猜到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监狱。他问老头这里是怎么运作的，老头说显而易见，为了食物，有时候很简单，有时候很难，这取决于你在哪一层。哥伦没听懂，而就在这时，红灯灭，绿灯亮，老头拿着枕头跪在了大坑前，接着一个平台缓缓降了下来。还不等平台停稳，老头就胡吃海喝了起来。哥伦一看平台上的东西都是残羹剩饭，不知道被多少人吃过，实在是吃不下，只挑一个苹果揣在了兜里。奇怪的是，整个房间竟很快燥热起来。原来管理局早料的犯人会想私藏食物，所以只要有人这么做，房间温度就会变得极热或者极冷，直到犯人死掉为止。哥伦慌忙扔掉苹果，这才幸免于难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两人相处得很好。监狱里的水是不限量的，哥伦靠喝水坚持了3天，然后也和老头一样，吃起了别人吃剩下的食物。哥伦其实并没有犯罪，他当初是为了戒烟自愿来这的。显然，他当时对管理局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，否则绝不会自愿来这里。哥伦进来前，管理局曾许诺他可以任选一件物品带进来，而他选择带来一本堂吉诃德，老头则带了一把加强版杀猪刀。他已经在这里待了近1年，这期间他被随机分配到过许多楼层，最低一次到过132层，那里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他们大概会被关1个月，然后就会重新分配楼层。如果室友死了，还会重新分配室友。他还说自己吃过人肉，但并没有杀人，因为自己吃的是具尸体。两人正说着，一个女人随着平台一起降了下来，老头仿佛看不见一样继续闷头吃，而哥伦则好奇地观察起了女人。然而老头说这个女人才是最危险的，她为了寻找失踪的孩子，会跟着平台逐层下降，还一度杀过不少人。两人话没说完，女人已经随平台降到了下层，女人直接就被下面的人抓走了。老头说别担心，他们顶多留她1-2天。然而几声尖叫声后，女人又重新回到了平台，而抓她的两人全都一命呜呼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哥伦和老头越混越熟，两人经常一起吃饭，一起洗澡，偶尔哥伦还会给老头读书听。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1个月。这天晚上，房间里突然传来了一股麻醉气体的味道。老头对哥伦说：“祈祷下个月是个好楼层吧，我挺喜欢你的。”随后就睡了过去。然而当他再醒来时，却已经被五花大绑在了床上。老头慈祥地安抚着他，说：“这不是个好楼层，我别无选择，但为了表达对你的歉意，我会坚持到第8天再吃你。”事实证明，老头的做法是对的。171层平台到这，别说食物，就连根骨头都没有。而饥饿是会让人发疯的。在坚持了7天后，老头终于还是对哥伦下了手。为了保持肉的新鲜，他不能让哥伦死，所以吃哪块，怎么吃也是个技术活。但对于他来说已经很熟练了。他选择了一块大腿肉割了下去。而就在这时，找孩子的女人碰巧路过，上来一刀就结束了老头的命。可能是出于之前哥伦对他的态度，女人对他有好感，所以才选择救了他。他悉心照顾了哥伦一段时间，等哥伦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又继续坐着平台向下去找孩子。重新分配的日子还很长，虚弱的哥伦靠着吃老头的尸体，勉强是活了下来。1个月终于到了，再次醒来后，哥伦睁开眼，看到是33层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还有了一个新狱友。其实哥伦认识这女人，她就是前阵子哥伦进来时为他登记的工作人员。如今这位工作人员告诉哥伦，管理局其实正好有200层，而厨房做的食物刚好够200层人吃。但目前的问题是，高层总是吃的太多，导致下层没有吃到，下层人的命运永远被上层人掌控着，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改变的问题。新来的女人不信邪，想试着改变一下，她把食物分成2份，对下面的人说只能吃她准备的分量，并替下层的人准备同样的分量，这样所有人就都有吃的了。然而现实却是，这里没有规则约束，根本没有人会听他的。哥伦终于看不下去，于是威胁下层说，如果他们敢再超出份额多吃，自己以后就在食物上排泄。下层的人这才老实听话。然而哥伦也无奈地说，自己只能管住下面的人，对上层的人就没有办法了，毕竟自己也没法朝天排泄。也许这就是话糙理不糙吧。接下来的几天里呢，这位工作人员把自己的故事都告诉了哥伦。他说自己是因为确诊癌症才自愿来的，还说自己虽然在管理局工作了25年，但从不知道这里竟如此恐怖。其实他此前之所以把那么多无辜的人送进来，也都是因为自己并不明白真相。最后他还说呢，
此前一直寻找孩子的那个女人其实是个疯子，她的孩子是幻想出来的，因为管理局根本不关未成年的孩子。食物充足的一个月过得很快，而等哥伦再次醒来后，却发现这次竟然是202层，而他的室友已经选择上吊自杀了。这个月对哥伦来说是漫长的，尽管哥伦不想吃工作人员的尸体，但这里可是202层。等到平台降下来的时候，杯盘里就连食物残渣都不剩了。哥伦先是被迫吃掉了自己的书，又被迫吃掉了工作人员。从这一天起，他的脑内便幻觉不断，总是能看见已死的老密友和工作人员。终于又一个月过去，这次哥伦的新室友是个黑人，我们叫他大黑。大黑一早上就异常兴奋地叫嚷，兴奋得像个孩子，嘴里说着什么，这是他离顶层最近的一次，他一定能成功。原来他们俩被随机分配到了6楼，哥伦虚弱的根本不想动，闭着眼听着大黑叙述他的计划。原来他想靠手中的绳子一点一点爬到顶层逃离出去。之前他一直被分配在不好的楼层，根本没有机会，而这次上面只有5层，他一定能成功。他把自己的计划讲给了上层的人，希望他们可以帮他。然而两人嘴上答应的挺好，可就在大黑向上爬时，上面的人却给了他一炮88。还好这时哥伦及时出手相救，这才没让大黑摔下去。再次失败的大黑失望极了，这恐怕是他离顶层最近的一次，以后绝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而这时哥伦似乎被大黑的斗志激励了，他想到了一个可以打破机制的办法，那就是他们两个联手跟着平台下去，把食物送到最下面。他之前根据平台停留的时间一秒一秒的算过，这里大概有250层，如果到最下面食物不够了，那他们就坐着平台再上去。大黑一听这计划可行，又重燃了希望，两人把床给拆了，一人拿着一根钢管，开始了这趟有去无回的旅程。因为前50层每层都有吃的，所以他们决定前50层的人干脆让他们饿一天，从51层开始再按量分配。他俩这块头确实挺有说服力，所以一直没什么人反抗。就这样顺利的来到了30多层，大黑却在这层遇到了一个熟人，这是他曾经的老师，一位很睿智的老人。老人听了两人的计划，觉得这是一件好事，但想改变现状却是不可能的。他认为他们应该做的是向上传递一个信号。什么是信号？一道完好无缺的菜，想象一下上面的人看到这道菜会是什么表情？这道菜就是监狱坑里所有人无声的呐喊。于是两人挑了一道甜点布丁，再次踏上了征途。后面的路是坎坷的，不配合的人越来越多，两人就这样一路杀到了51层。这层以下的人原本很难得到食物，但如今却能得到应有的份额，所以反抗少了许多。然而当两人下降到90层左右之后，发现这里的人又因饥饿变得丧心病狂，有2个男人甚至想杀害找孩子的那个疯女人。哥伦大黑虽然杀了2个男人，但疯女人还是死了，而他们俩自己呢，也身负重伤。幸好他们最终还是爬回了平台，继续阻止别人来抢奶冻。平台就这样一路下降，食物越来越少，尸骸也越来越恐怖，景象逐渐如地狱一般，让人无法直视。最后平台终于停在了第333层，也许这里就快到底了，平台很快就会上升。不过就在这时呢，哥伦忽然发现有一个女孩躲在了床下。就在哥伦两人怔住时，平台竟然又往下降了，下面一片漆黑，已经没有房间了。此前交代过，只要有人把食物留在某一层，系统就会给这一层升温。可如今哥伦注意到，他们即使手拿奶冻留在了第333层，房间的温度也没有变。小女孩似乎饿了很久，紧盯着布丁不眨眼。于是哥伦心一软，就让大黑把布丁给小女孩吃了。第二天大黑因为伤势太重走了，哥伦则忽然想到，其实比起奶冻，把女孩送回0层厨房更能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。于是次日他把女孩送上平台，半梦半醒中，哥伦看见他带着小女孩坐上平台，一直来到了最下面。在这里他看到了早已死去的老头，两人一起走向了黑暗，而小女孩则坐着平台一路向上。她能否顺利抵达最顶层，打破监狱坑的制度，一切都是未知数。我认为本片有2个结局，一个是哥伦幻想中的结局，另一个是真实的结局。首先说幻想的结局，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小女孩作为信息被送回0层的结局。我之所以认为这是幻想的呢，是因为女孩可能并不存在于现实。首先女工作人员此前就曾跟哥伦强调过，管理局里从来不管未成年的孩子。如果说这还不够可信的话，那么后来哥伦大黑带着奶冻留在了第333层，室温却并没有变化，这一点也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。我认为室温之所以没变，很可能是因为这个333层就是哥伦幻想出来的，而这里的女孩呢，自然也不是真的。至于真实的结局，我认为导演已经明示了我们，只不过他没有把这个结局放在片尾，而是通过改变剪辑顺序藏在了电影的中间。当时厨师长确实发现偌大的平台里只剩了一盘奶冻，他起初也确实对此不解，但当他发现奶冻里有一根头发的时候，便挨个对比厨师们的头发，对他们大发雷霆。原来厨师长向来精益求精，如今他便以为奶冻之所以剩下，是因为下层的人们嫌弃奶冻不干净。我们至此还原出了真实的结局全貌。在这个结局里，哥伦和大黑牺牲性命，成功把奶冻送回了0层。然而厨师长由于和底层群众彻底脱节，所以完全误会了奶冻背后所传递的信息。他还以为底层群众和自己一样，
对美食精益求精，却不知底下的大多数人都快要饿死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小美将同伴的尸体推进挖好的坑中，但第二天，小美却意外发现同伴的尸体不翼而飞，而且现场的惨烈程度让小美忍不住的后怕。她这可是在荒无人烟的荒岛上，是什么东西会连死人的尸体都不放过？小美想不明白，可却也不得不赶紧制造一个防身的武器。原来在3天前，小美被飘到荒岛上，起初她还有一个受伤的朋友作伴，但同伴却不幸被珊瑚扎中身体。有点常识的应该都知道，插进去的东西不能随便拔出来，但小美不知道。可看着痛苦不堪的朋友，她果断拔下了朋友身体上的珊瑚，虽说有止血，但已经没救了。当她好不容易找回可以饮用的椰汁时，朋友已经愉快地领了便当，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。他无助地在岛的四周环绕了一圈，发现并没有其他幸存者，壮着胆子走进了丛林深处，谁知竟然真的发现有人生存过的痕迹。在对方遗留下来的东西内，他发现了火柴，还有些可乐。火源倒是解决了，但现在生火有点晚了，而且晚上还下起了暴雨。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躲在了树叶下面，先熬过这一晚。第二天醒来，因为昨天的暴雨，岸上有了不少鱼。小美这得有多幸运啊！不过那条小鲨鱼竟然浑身是伤，这让小美觉得很奇怪。但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看着那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小美的内心是绝望的。如果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在这里，那是不是要在这里老死呢？随后她进入到小岛的内部，在这里她发现了一个坟墓，显然有人死在了这里。看到这个小坟墓，小美想到了自己的朋友，总不能让朋友一直曝尸荒野吧，所以她挖了个坑，将朋友给埋了下去。但是隔天早上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当小美靠近朋友埋葬的地方，发现朋友的尸体竟然不见了，显然被什么可怕的生物给拖走了。因为这件事情，让小美都不敢睡觉。好不容易熬过了一晚上，削出一个防身的木棍，她警惕地在岛上巡视。突然海里似乎飘着什么东西，等游过去才发现是一个行李箱和水桶，说不定周围还有其他有用的东西。小美下潜到更深处，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引起了她的注意。仔细看，洞穴周围的泥沙还源源不断地被吸进去。小美害怕地拖着行李箱和水桶就回到了岸上，不过里面除了几件衣服外，并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要想成功逃离荒岛，她还要想其他办法。深夜的时候，小美听到了飞机的声音，急忙拿出信号枪对着天空发射，可惜飞机并没有飞到这边，这让小美绝望了。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，现在却又成这样。当然最绝望的不是这个，因为信号弹引来了一个身形巨大的海底怪物。小美慌忙躲进树林里面，她趴在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光是听着怪物的低吼声，小美就知道她手里的木棍根本伤不了怪物分毫。小美更是从找到的盒子里面看到最初待在这里人的照片，看到一些照片中竟然拍到了那怪物，显然这个荒岛一点也不安全。小心地熬过这一夜后，小美觉得她必须要赶快离开，而她能利用的只有捡来的行李箱和救生衣。她将救生衣牢牢地绑在行李箱里，然后毅然决然地下了水。可显然，她低估了自己的体重和行李箱的不稳定性，3番5次失败的尝试让她彻底崩溃。但走不出荒岛，就意味着要时时刻刻提防怪物的袭击。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躲在了那个枯萎的树根内，不然被发现估计分分钟就会死。夜里怪物如期而至，似乎因为没有发现食物，生气地对着木头发怒。好在他没有发现小美在里面，破旧的树洞能保护得了他一层，但显然支撑不了第二次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一个计划在小美脑海中诞生。白天相对晚上来说是安全的，小美为了引出怪物，看看怪物到底是什么样子，特意抓了一只鱼，用绳子吊在树上，但怪物没有看到，食物竟然没了。在这个岛上多待上1天，危险也多1分。岛上经常会漂浮上来各种东西，比如同伴的尸体，当然这个尸体只剩下一半了，所以小美用这个尸体做诱饵。这次她果然看到了怪物，尸体还被她给拖入到海里。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响起，小美顿时激动起来，见怪物已经消失，她刚准备起身呼救，谁知怪物突然出现在面前。小美赶紧停下动作，紧紧捂住自己嘴巴，险些被发现。好在怪物没一会就离开了，小美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但她必须想办法逃离这里。这时，小美突然发现海上竟然飘来一个救生艇，来不及多想，她赶紧游了过去。等离近一看，才发现是在海难中失散的男友和闺蜜。上岸后，小美赶紧收拾行装准备离开，但男友跟闺蜜却不想走。他们受够了在海上漂泊的日子，好不容易找到陆地，想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。尽管小美极力解释这里有吃人的怪物，男友也不为所动，反而觉得是女友疯了，并大声呵斥小美。小美只能到海中冷静一下，焦急地思考今晚该怎么度过。但男友跟闺蜜却悠哉地在沙滩上散步，丝毫没把小美的话放在心上。
无奈，小美只能偷偷收拾好物资，绕过男友跟闺蜜的视线，打算独自逃离。可就在她即将成功时，男友跟闺蜜发现了小美的举动，大吼着冲向救生艇。小美见状赶紧先跳上去，可还是被男友抓住，闺蜜也赶紧过来帮忙。情急中，小美一脚踢翻了闺蜜，可还是被男友拽了下来。接着两人开始了激烈的争吵，可下一秒，小美被打晕过去，缓缓沉入了海中。等她夜晚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树上，果然猪队友能把自己给坑死了。此时的小美可没有什么心思去听他们说的，因为四周极有可能潜伏着怪物。果不其然，闺蜜在海边愉快的游荡的时候，被怪物给袭击了，尖叫声响起，男友赶紧抓起火把冲了出去，对着面前的怪物砸了下去，但并没有什么用。怪物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光，将男人打飞出去，接着便跳入海中。这时的男友还想救海中的闺蜜，可闺蜜下一秒就被怪物拖入了水中，男友瞬间呆愣在原地。好在小美挣脱了绳索，带着他躲了起来。现在他如果还不相信小美说的，那真的是有点傻。荒岛显然已经不安全了，他们需要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。第二天，终于意识到错误的男人像个犯错的孩子一般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小美。小美见他这副模样，还是心软了，并没有责怪他。随后两人便坐着救生艇出海了。两人分工明确，一切都在井然有序中进行。可突然，男友发现一个不明物体游过，刚准备仔细查看，怪物突然发起攻击，将男友抓伤。小美见状，赶紧封住入口，试图阻止怪物进入。情急之下，男友拿起信号枪攻击怪物，却没击中，反而弄得船舱内都是烟雾，熏得两人睁不开眼睛。接着，男友再次打出第二枪，成功击中怪物眼睛，怪物吃痛逃离了船舱。突然，小美被怪物拖到了海底，好在小美身上有一把刀，狠狠刺中了怪物腰子。怪物无奈放开了小美，但她并未离开，而是游向了前来救她的男友。小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友被带进深不见底的海中巢穴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小美艰难地回到沙滩上，男友的死让她的眼中充满了仇恨，同时她也明白，除了杀死怪物外，自己根本没有活下来的可能。她削尖木棍制造出大量的长矛，可木头的强度实在太低，一不小心就会折断，明显不足以跟怪物搏斗。但为了能给男友报仇，她不得已将自己的手伸向了同伴的坟头，用力地把他脑袋拽下来，将骨头砸碎，挑出里面最尖锐的部分，确保能将怪物一击必杀。随后设计了火圈陷阱，现在就等晚会开场了。到了晚上，怪物成功被火光吸引，来到了岸边。等怪物到达火源附近，周围迅速燃起一圈火焰。见到这情况，怪物有点不知所措起来。趁着这个空档，小美手握长矛，狠狠刺向怪物腰子。得手后，小美没做停留，赶紧躲到树后，等待下一次机会来临。可惜怪物还是比较强悍的，小美只能以速度战胜怪物，左边搓搓，右边搓搓，最终才将这个怪物给干掉。当怪物倒地后，小美还不忘补上最后几刀，这才是真正主角该做的事情。做完这一切，小美如释重负地坐在地上。可接下来她却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，那就是割下怪物的脑袋，然后拿着怪物的头颅在岛上开始游荡。此时的她成为了岛上真正的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